今天我们还画一个和昨天同尺寸的一个4尺的对砍长条。你看，今天我们还是先勾一个小的，对吧？小的稿，小草稿以后我们根据这个小草稿，我们就放大到这个长条，放大成长条。小青绿，对吧？我们还是以小青绿为主。洗好笔，对吧？把笔写干净以后，笔尖调墨。我们先笔尖调好墨，先画前面的山石，对不对？先有山石起笔先勾。我们先把山石的轮廓线勾出来。你看，先把它的山石大轮廓先勾出来。勾了以后然后先分出什么呀？先分出它的块面结构。我们常讲的10分3面。轮廓勾出来，结构勾出来，分出前左右，对不对？1、2、3，3个块面结构先分出来。分出来以后，这就是我们相对来说，比较中心的一组山石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像这个中心，以这个为中心，我们向后去延伸山石的结构。这要注意什么？注意我们山石的大小，对不对？你向后延伸的话，你肯定要注意它的山石，不可能说都是一样大小的，对不对？要注意它大小的区别。这个侧面，你看，侧面结构过来，侧面结构过来，然后大的小的，你看对不对？大的小的山石，我们组合一下，上来一个小的，你看有大，后边有小，大小不等的山石，我们组合在一起，组合在一起。我们先把前面的山石，安排好以后，对不对？开始安排好以后，下面就是安排什么？安排我们近景的树木，近景的树木。我们常讲树为山之眉目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的树木画的，一定要漂亮这树，你看我们先画树头，昨天我们就讲，对吧？先画树头部分，树头、树身，以此类推，我们去勾先勾前面的这一组，先勾前面这一颗我们前面安排一个什么呀？安排一个夹叶的树对不对？我们先安排个夹叶的树，调好墨以后，我们画树的时候，这个树干一定要注意它控制它的水分，笔中的水分不要太湿。过来，先把树头部分我先勾出来，我先把树头勾出来，看，先勾树头，我先把树头左右，先勾出来，勾出它的大致形状，哎，对不对？先勾出大致形状，勾完以后下面就是树身，
对不对？哎，向下勾竖身，哎，有一点湿，线条有点湿，所以说，哎，你看啊，湿了以后，我们用这个废纸啊，把笔中的水分稍吸一下啊，稍吸一下，你看，吸了以后是不是它的线条就会哎变稍微干一点？过来，然后下来，哎，先左，对不对？先把左边结构勾出来，然后右边结构，哎，右边结构。你看用笔，我们画这个树干的时候，对吧？用中锋用的比较多，哎，用中锋用的比较多。它中锋的特点是什么？对吧？它的中锋一个是圆润，对吧？圆润有弹性，然后它的线条出来了以后比较饱满，对不对？它的线条出来了比较饱满。哎，树干地方用干笔稍擦一下，擦出它的皴，哎，就是树上的那种树皮的那种皴，哎，我们擦一下，擦一下。然后啊，树头勾完以后，树头勾完以后，下面又是什么？哎，左右开始啊，我们左右出什么？哎，出小枝，左右出十小枝啊。我们右边有小枝以后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哎，长出小树枝。哎，先有主干，对吧？再有次要的枝干，然后上面再长小的树枝。哎，这样。哎，左边来一个小一点的树枝。哎，我们前面啊勾完以后，哎，我们前面勾成它一个夹叶的啊，夹的还是啊我们常用的什么夹树常用的还是那个芥子的那种夹叶，芥子夹叶，四对吧？四片叶，我们组成一个完整的叶子啊。你看，哎，四片叶啊，四片叶我组成一个完整的叶子。你看，过来，看，哎，四片叶组一个啊，四片叶它组成一个完整的叶子，和我们那种单钩的那个芥子点儿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双钩，嗯，过来，它是下垂的啊，它这个叶子是下垂的那种形状，然后对吧？然后三个一组，五个一组，我们组合到一起，哎，这样，你看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哎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啊，哎，这就完整的一个叶子，一片两片三片四片看，哎，组成一个，哎，先它四个组成一组以后，对吧？它是个完整的叶子，然后我们再组合，一二三组成一组，然后五个组成一组，哎，这样去组合。先确定我们这个叶子，哎，是怎样组合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几片叶子组合到一起的。哎，我们先那个分清啊，分它叶子是几片儿。你看，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哎，这是一个完整的啊。哎，然后我们再组到一起，哎，
这样再组在一起，然后多少，对吧？有聚有散，有多有少，哎，让它再组合，哎，我们再组合过来，你看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我们再把这个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哎，我们再形成一个哎大的组合，哎，还有个别的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有聚在一起的，哎，还有分散，对不对？让它还有个别的分散出去，哎，有聚有散，有疏有密，哎，先上，对不对？也是啊，先上后下，先左后右，对吧？勾完左边的结构啊，哎，我们在右边的结构，右边这个叶子，哎，先把左边的完成以后，哎，我们勾右面的，也是啊，一样，也是一片4片组在一块啊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我们组合到一起，哎，这是夹叶啊，哎，前面夹叶数，再过来，我们画后面的啊，哎，看后面的树木，也是啊，先画树头，对不对？哎，先把树头画出来，先画树头，先树头后树身，你看过来，对吧？哎，先把树头完成，哎，再画后面的树身，穿插过来，你看，哎，穿插过来，哎，过来，注意它啊，注意它树身的，哎，这种透过来，从树丛中透过来，它的遮挡关系，你看，哎，遮挡关系一定要交代清楚，哎，前面的树，后面树，哎，过来，看这后面啊，你看我们要后面画这个树形的时候，前面加叶树，后边用点叶树，它衬托的时候，衬托的时候有上，你看也是啊，我们点这种圆叶啊，咱们点个圆叶，先树头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一样啊，前面加叶树我们就是，哎，先把树头这个部分叶子点上，哎，先点前面树头的地方，嗯，这种是圆的，对吧？圆的这种点，它也是啊，和我们前面那个是组合一样，也要3个一组，5个一组啊，3个一组，5个一组，哎，减3记5，我们常讲啊，减3记5，过来，你看啊，后边前面加叶数，后边这个点叶数，对吧？哎，要互相去衬托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把前面的那个点叶数我们要衬托出来，
过来，看这后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后面点叶的部分，哎，前面夹叶儿，后边点叶儿。如果再有树形的话啊，比如说后面，你看我这个草稿上，我们后面还有一棵树，那还有一棵树的时候，它的树形还有它的叶子的部分，哎，也要有区别。你看，也要有区别。哎，先勾出树头，哎，先把树头勾出来，树身下来，嗯，树身下来。哎，勾完树身以后，你看啊，勾完树身以后，先左边，哎，我们先左边出个小枝，对不对？左边出，然后右边再出一枝，对吧？再出个小树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一棵树分出树头、树身、左右，对不对？左右小树枝。你看前面这个夹叶树，我们是下垂的这种结子点，到后面这是个圆点，中间间接的一个圆点。后面那个啊，我们也要用到什么？哎，稍微常用的也是常用的啊，还是这个下垂，下垂的这种介子点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常用的树形它的变化，树对吧？前面这颗你要下垂点，中间那个横的横，然后到后面竖横竖，哎，这样我们去变化这个树的叶子啊。过来，看也是啊，笔尖去画这个叶子，就是我们中锋，看啊，中锋去画，对，中锋去画，一点，哎，形成一个组合，对不对？哎，形成一个组合。我们不管是点子叶子啊，还有我们画这个介子点、鸽子点，哎，都需要注意它这个散三聚五，对吧？一定要记住这个啊，这个组合，散三聚五。它这个组合，叶子的组合，它是一种，就是说我们从开始的时候，从宋元明清，它叶子它都有一个规律，哎，古代人们总结的这种规律啊，哎，下来，你看到下面以后，越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叶子让它越少，然后颜色呢？你看颜色是不是？我们的墨让它越来越淡，哎，越来越淡。它的形成，它的墨的变化，你看啊，树头地方，树头地方墨稍重，对不对？重墨，然后淡墨，它的水分变化啊，墨的水分变化也是有湿到干，有湿到干形成的这种墨的墨色变化，墨色变化。所以说，你看，这样我们上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淡淡的上一点颜色，它这个树啊，对吧？就很有这个韵味在哪？就在我们墨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在墨的变化，浓淡干湿，在这一棵树上，把这墨的这个体现的，对吧？很明显。
说开始我们调墨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它在笔中墨的这种层次变化。哎，一定要注意它墨的层次变化。这个规律就是我们常讲的散三聚五，就是3个一组，5个一组。哎，这是我们常用的啊点印夹印数的组合。哎，组合。看啊，完了以后，哎，数完了以后，我们开始啊村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是不是这山石的结构，哎，分出来以后，村的时候在哪儿？看啊，每次我们强调村的位置，哎，山石的结构后面，哎，结构线的后面，过来，左右，你看啊，我们这个结构是不是两边去处理的山石结构？所以说我们村的时候也是啊，看左右，我去村，哎，左右去村，哎，左右去村，把中间，对吧？把中间留白，让它鼓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们村笔的时候，哎，左右去村，左右去村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左右村以后，相对来说，两边结构就会按下去，中间我们就会留白的地方，哎，就会鼓起来，对不对？侧面结构哪一点？哎，这前面的啊，哎，前面的山石，哎，后面我们后面是个土坡，过来，哎，后边是个土坡过来，它是个，也是这个土坡的结构比较简单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向左的啊，向左下，你去出结构，哎，就是个简单结构。我们先画，你看啊，安排这个土坡以后啊，我们小房子啊，安排个小房子下来，先画这个房子的结构啊，先把房顶画出来。哎，先来个房顶儿，先房顶儿先画这个坡，哎，对吧？房顶的那个坡过来，看，画完以后，画左边的啊，侧面结构过来，前面、侧面、正面结构，你看过来，哎，这是一个啊，后面再来一个，还是啊，先把房顶画出来，侧面、正面，哎，简单的啊，哎，先把简单的小房子我们勾出来，勾完以后，小桥，你看啊，
从左边儿，对吧？分过一组，分过一座小桥过来。过来，先画结构啊，先画我们侧面结构啊，小桥，你看，简单的小桥过来，桥面，你看啊，画桥面的时候注意什么？哎，我们稍闪一下啊，闪出一个空白来。哎，闪出空白，我们待会儿再画点景人物的时候，放到这个位置。所以说，哎，不能先把桥板你画严啊，要留个空白，你去留个空白。后面你看，哎，里边小的山石，过来，然后对吧？勾完以后，这个树丛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后面小的树丛，先勾枝干，哎，先把这个树干我们勾出来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先把树干勾出来，笔尖调墨，哎，笔尖调墨，看啊，调墨调完以后，我们点的时候啊，你看，把笔横过来以后，哎，笔尖由上向下，哎，这样去点，哎，由上向下这样去点，不要乱，哎，然后注意它什么？哎，注意它树的高低错落。看我们常用的啊，这种树丛，对不对？不管是近景、中景，哎，常用的这种小的树林，哎，叫小的树丛。所以说，你看，一定要掌握它用笔用墨，哎，你才能把这个体现出来，对吧？这种树丛才能体现出来。嗯，哎，注意它啊，用墨的变化，嗯，由浓到淡，哎，有高有低，哎，一定要注意它的墨的变化啊，哎，一定要注意这墨的变化。看它点的时候，看我们点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哎，有高有低，一定要追求它。虽然是小的树丛，哎，我们也要让它哎有变化，不同的变化。到后面啊，哎，小房子后面，对不对？小房子后面我们也可以，我们也要安排一些小的树木。小树木也是先画树干，哎，先把树干勾出来。勾树干的时候就要注意它勾的，你看树干也是什么有高有低。到后面啊，前面的树我们点的叶子可以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点的可以大一点啊。到后面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就小一点，哎，一样的树形，看对不对？一样的树形，但是它哎有大小的变化，哎，有大小的变化。哎，翻过来，你看对不对？一定要注意它的啊，哎，高低错落的变化。
对不对？有高有低，哎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，树形的变化。哎，过来，哎，看啊，近景的，近景的这一部分完成以后，哎，向中间，我们开始画中间的部分啊，中间，哎，小的平台，哎，来一个小平台，哎，先画一个小的山峰，你看啊，小山峰，然后侧面一个平台过来，看啊，我们画平台的时候，先画上面这个平面结构，再画我们这个横断面，哎，这样一个结构，哎，下边是虚下来的啊，下边就是虚下来的我们云雾部分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让虚下来，沿结构线稍皴一下，它这个横断面，你看我们结构向下去皴，哎，笔锋向下，让它虚下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下边让它虚下来，你看前面啊，我们点在这个小树丛，看我们中景的时候也是啊，也是一样的树形，对不对？很相似的这个树丛，哎，很相似的树丛，你看过来，哎，过来点一下，哎，让它你看，虽然中景也是高低错落，哎，有个起伏的变化，哎，高低错落起伏的变化，哎，后面来个淡墨，你看，哎，有个浓淡墨，它能体现我们树丛的远近关系，对不对？哎，它能体现这个树丛的远近关系。远山，你看啊，到我们远山部分以后，我们常讲画远山的时候，先定什么？哎，先定一个中心的位置啊，调好墨，你看啊，哎，先定一个这个山的中心位置，定完以后啊，定完以后，我们再沿这个中心位置向后去延伸它的山形、山脉。你看，过来，哎，这就是啊，我们远山的中心位置。你看啊，沿这个中心位置，我们向后去延伸它的山脉，左右，你看啊，左右去延伸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左右延伸，以这个对吧？以前面这个山峰为中心，哎，左右延伸，
看，注意它什么？哎，注意它山形的这种左右啊，左右蜿蜒的这种动势，山势啊，它的山势向后，你看啊，我们再向后延伸，再向后延伸，上来，下来。哎，要把我们这个山峰的，就是说这个山的这个什么叫山脊，哎，你得把它体现出来，你得把它体现出来。就是说，你看山峰，对吧？它鼓起来的地方，哎，你要把这个要体现出来。哎，看啊，勾完以后，对吧？整体的轮廓结构我们都勾完以后，下面啊，勾完以后，我们加皴的时候，哎，加皴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画远山和我们画前面山石加皴的位置是不是一样啊？过来，你看是不是左右？你看啊，很明显啊，我们远山的结构和我们前面近景的山石结构是不是一样？左右，你看左右去加它的皴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前面那个山石分的结构也是啊，左右去分的。到远山我们也是，你看它的结构轮廓是不是也是左右？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，你看皴的时候，左右去加皴啊，左右去加啊，左右这样去加过来，哎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和我们前面这个，哎，是不是和我们前面的山石是不是一样？它这个皴的，哎，这个位置也是，你看结构线的后面左右去皴下来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来一点，哎，下面得让它虚下来，你看，哎，让它虚下来，哎，看啊，我们皴的时候，前面皴也是左右，哎，到后面哈也是左右去皴，哎，皴的时候，我们常讲啊，你要是画着色的话，稍微的皴的少一点，哎，不要太多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太多，哎，适当的留出咱空白的这个位置，哎，留出空白的位置，过来，你看啊，上来，给它虚下来，你看过来以后，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画后面这层山的时候，它整个的面积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皴的太多，你看过来，让它下面让它虚下来，你看对不对？整体的让它哎形成一个大的结构。对，我们常讲的远山无皴，
就是说到远山的时候，哎，蹭的少一点，哎，这就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这就可以。哎，下面我们画一个小的点景啊，小的点景，够得着，够得着。看啊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点景的人物，我们去画一下。哎，就是我们看这个小桥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留着空白的地方，哎，空白的地方我画到这儿啊，画个小的，哎，先画一个发簪，哎，先画个发簪。看画人物的时候，这个墨呀，一定要控制的让它干一点，不要太湿啊。哎，过来，哎，然后长袍，对吧？古代的人物，哎，长袍的多，哎，长袍马褂，让它大长袍下来，你看，一定要让他站在这个桥上，对不对？哎，画的时候，你过来，画一个这个他带个拐杖的啊，哎，带个拐杖的这个，过来，哎，哎，哎，我们后面啊，远山这个可以用淡墨先画一层，哎，我们先用远山，这个先淡墨先画一层远山。你比如说到后面啊，哎，先用淡墨，你看，先用淡墨画一层远山。到我们上色的时候，你看，到上色的时候，哎，再用颜色，我们再画一层远山。嗯，可以，对吧？淡墨，嗯，画一层远山。看，基本上啊，
哎，基本上墨稿完成。行。学到学习啊，朋友们。那老师接下来要给大家讲上色了啊。看我们上那个上色，就是说我们上颜色的话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上小青绿、浅酱啊、小青绿、大青绿的时候，对吧？上色之前一定要控制它。你看我们村的，对不对？淡墨村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，对吧？就是为了我们上色以后，它的颜色透亮干净啊。你上墨上的太多的话，画面发暗发灰。所以说我们要上颜色，比如上小青绿、大青绿之前，对吧？一定要控制它村比的多少，对吧？一定要控制它村比的多少。小青绿之前，对吧？我们常用的赭石、藤黄，我们需要打底色。我们需要打底色就是赭石、藤黄。把赭石、藤黄我们调在一起，稍来一点淡墨。先把树干染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开始上颜色的时候，先把树干染一下。看，就是我们勾树干的地方，看它这个地方，用赭石稍染一下，看，稍染一下。过来，你看，先把树干，我们把树干渲染一下，用的赭石啊，你看树干，赭石，下来，然后你看还有什么地方？我们房子的地方也是赭石，你看赭石把什么染一下？你看啊，染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顶儿，对不对？把房顶儿染一下，把房顶染一下。小桥，对不对？把小桥也染一下，都是用赭石。下面就是我们山石的地方，上颜色啊，小青绿山石，我们先上赭石打底色，上在什么地方？上在山石的暗部，你看，看，上在山石的暗部。大家也记住啊，我们上颜色的这个先后顺序，对不对？先记住啊，我们上颜色的先后顺序。赭石，山石暗部上赭石。什么是暗部？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村的地方，对吧？这个比较这个直观的啊。
就是你寸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山石的暗部。哎，上一点赭石，远山下来，你看都需要上这个底色啊，都需要上底色。嗯，是啊。哎，上底色，你看啊，第一遍哪一点？下面让它虚下来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到下边的远山，哎，下边是云雾的地方，我们把它虚下来，颜色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也是把它虚下来。到后面的时候，随着我们墨色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哎，墨变淡以后，我们颜色相对来说也要变淡啊，也要变淡。不要说你颜色太重，把这个墨线你覆盖住，哎，一定要它的颜色，对吧？要淡于墨的颜色啊，淡于墨色，不要超过墨色。哎，过来，你看下来，下边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。你看，如果呀，我们觉得这个你下边的颜色，你说虚下来，就是说不好控制它的颜色过度，我们可以啊，我教给大家方法就是，你看，我们可以用清水，对吧？你用清水，你把下边需要虚匀的地方，比如说颜色需要虚下来的地方，哎，你可以用清水。哎，稍微打湿一下，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打湿一下，打湿了以后，我们再去上下虚的时候，虚颜色的时候，你看，它就很自然的就会过渡下来，对不对？它就很自然的过渡下来。哎，这是一种方法啊，哎，这是一种方法，你看，哎，把它打湿以后，你看啊，把它打湿以后，我们再去虚这个颜色，比如说我们虚这个赭石，你看啊，你看让它，哎，很自然的，它就很自然的虚下来，就过渡的非常自然，对不对？它就不像我们颜色到那以后哈、它就没有过渡，没有个深浅的过渡，它颜色突然就是说很生硬的，你看这样，让它很自然的虚下来，是不是？哎，很自然的让它虚下来。哎，你看啊，完成以后，我们这开始第一遍的底色赭石，完成以后，第二遍我们开始上留白的地方发青、藤黄，你看对不对？发青藤黄，调一个浅绿色，发青，你看啊，发青藤黄，浅绿色。看夹叶的地方，你看我们夹叶树也需要点底色啊。双钩夹叶的时候，哎，也要有底色。我们底色也是先用浅绿色打个底色。我这个叶子也是啊，
点成绿色的叶子。哎，所以说有三绿，你上三绿色的话，哎，浅绿赭石打底。哎，这是我们上色的一个规律啊，一个规律。哎，先把叶子画出来，山石部分，我们留白的地方，看啊，留白的地方，哎，浅绿色，浅绿色下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浅绿，它在山石的亮部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个浅绿上在山石的亮部，山石的亮部，过来，看啊，统一的啊，统一的浅绿，哎，上在山石的亮部。藤黄、花青，哎，你看啊，亮部，我用这个浅绿色同染一遍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底色的部分啊，哎，底色的部分先后顺序，哎，这是我们小青绿的底色部分，先赭石，后浅绿，哎，这就是我们啊，也是古代人们总结的上色的这种方法规律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啊，开始的这个先后顺序。哎，一定要记住它的先后顺序。哎，不要乱。哎，先后顺序不要乱啊。用完以后，叶子地方，你看我们小这个点叶的地方，花青，花青淡墨，调定墨青色。根据我们点叶的笔法，我去上色。你看，你这圆点，对吧？我们就用圆点的方法去复彩。你看，去上颜色，一样的笔法。你点胎点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点胎，我们点叶的时候，哎，你这个笔是圆点，哎，我们点色的时候，在这个一样的笔法，哎，我去上色，后边这个介字点，对吧？你去勾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上颜色也按它这个笔路，哎，去勾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还按这个用笔，只是水分多一点啊。上颜色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水分一定要控制的多一点，哎，一定要控制的多一点。上色不要太干啊，水分不要太干。哎，一定要水分多一点。哎，这个小的灌木过来，你看，哎，小的灌木，哎，也是这个墨青色，和我们这个点叶子的颜色一样，哎，对吧？一种颜色过来，你看，一种颜色，同染一下。
哎，是不是？看那颜色，看，赭石、藤黄、花青，颜色就是很少，对不对？不是用的很多，哎，颜色用的很少，就这几种颜色。哎，打完底色以后，稍亮一下，我们去覆盖这个，我们再上第二遍颜色啊。小青绿的，它的颜色就是以什么？以赭石、藤黄、花青为底色，然后覆盖三绿三青，哎，形成那种比较明快的、清新的那种颜色。人物，赭石啊，赭石，点一下这个脸部就行啊。哎，脸部点一下，稍亮一下。我们去上这个第二遍的颜色，这是底色部分完成以后啊，远山、花青，你看啊，我们用淡墨上了一个远山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画了一个远山，下面我们是用颜色啊画远山，花青，调个淡墨。过来，你看远山，过来，哎，这是我们淡墨染的远山啊。染完以后，颜色，你看，哎，用颜色直接染第二层远山啊，哎，第二层的远山。哎，稍亮一下，哎，稍亮一下，我们去染这个三绿三青。底色，对吧？我们底色上好以后啊，稍亮一下，我们上第二遍的颜色，我们小青绿，对不对？以三绿为主。第二遍我们要上三绿，三绿的位置啊，你看，哎，上在我们山石的顶部位置，你看啊，哎，上在这个顶部位置，然后让它和我们下边的赭石，哎，要有过渡，对不对？哎，要有轻微的过渡，看这样啊，三绿，对不对？上三绿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什么呀？要注意颜色一定要薄一点，不要太厚。哎，这一点一定要记住，哎，颜色要薄，不要太厚。哎，薄薄的上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薄薄的上一点，你看，哎，看啊，这个赭石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稍微的让它有一点过渡，哎，不要，就是它两个颜色不融合，对不对？哎，轻微的有一点过渡，哎，过来，远山，你看平台，对不对？平台地方也是啊，三绿来一点，你看我调的三绿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调的三绿是不是特别少，也特别淡啊？相对来说很淡的颜色，哎，很淡的颜色。
过来，远山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到了远山的地方，过来也是啊，在山顶的地方来一点三绿的颜色。注意我们啊，上色的时候要保持它颜色的这种亮度和它的纯度。哎，一定要注意它的亮度和纯度。它颜色越纯，我们出的画面越干净啊。这一点大家要记住。哎，颜色一定要干净。你看，这样它画面出来了以后，你看，哎，给人感觉一看这个画面来说，哎，特别静，哎，特别清新。你的颜色不能，就是说不能这个有太多的杂的颜色，哎，单纯的颜色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单纯颜色就可以。上完以后，对吧？看啊，是不是我们远山的墨淡了以后，是不是我们上颜色上的相对来说，哎，就比较浅一点。所以说，我们常讲随位赋彩，就是随着墨的变化，墨重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对吧？墨淡颜色浅一点，这个是很关键的啊，记住很关键的。再来，近景、山石，嗯，再来一点，稍等的近景的让它稍重一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稍重一点。夹叶树，看啊，这夹叶树我们用三绿，稍加一点藤黄，我们点叶子地方，看，哎，稍来一点藤黄，哎，加在我们点叶树的地方。它的夹叶树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用浅绿色打了底色以后，开始再上第二遍颜色。哎，我们再上第二遍颜色啊。哎，过来，稍来一点。哎，剩下的啊，三绿上完以后，剩下就是什么三青的地方，需要上三青的地方，也是局部一点，对吧？整个啊，让它以三绿为主，对吧？颜色你看，整个颜色以三绿为主，三青稍上一点，你看局部也是在山石的顶部稍上一点，哎，局部有一点，对吧？整个画面还是以三绿这个为主的，少了一点，看，哎，以这个颜色为主啊，对吧？看整个画面，对不对？还是以三绿为主，三青只是在局部加一点，
整个颜色，看啊，哎，整个颜色，整个颜色以3类，对吧？以3类为主。那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小作品啊。嗯，小黄车的1号课程啊，要拍的话抓紧一点时间。